这是一枚螺丝，这些也是螺丝，各种螺帽，各种螺纹，各种螺丝尖儿，各种材质颜色。想判断你请来师傅的水平，就可以看一下他是怎么拧螺丝的。因为材质不同，承重不同，环境湿度不同，用的螺丝都不一样，拧螺丝的工具也有区别。小螺丝用对也需要相当的技术经验，不好好学，螺丝也拧不对。所以今天就用微距镜头加原理演示来给大家把螺丝彻底讲清楚。开始之前先补充个内容，之前这期给大家说清了所有类型的膨胀螺丝如何用，都用在哪儿，还用剖面图直观展示了他们的工作情况，并全网手测了承重。评论区不少人提到了自切螺丝，虽然它体积不会膨胀，但也都把它当膨胀螺丝用。今天借着这期内容也顺带把它也说下。自切螺丝外观上最大的特点是它的螺纹，和普通螺丝相比，它的螺纹更粗更深，像一道道刃一样。它就是靠这些螺纹在拧入时切入墙体的，所以叫自切，实现了所有螺纹，也就是整个螺杆都在受力。强硬的话有个几十千牛，也就是几吨。膨胀螺丝是炸开后的尾部受力，二者承重差不太多，只是拉墙的方式不一样。自切螺丝很依赖墙面硬度，越硬才抓得越牢，常用在硬质混凝土和花岗岩，也就是钉子很难敲入的那种墙面。所以它的别名也叫水泥栓、水泥铆栓，打孔也不能太大，不然螺纹一样抓不住墙。同样也不适合装在高振动环境和工件上面，频繁振动也会导致它松动，大多会用锁紧剂或者螺纹胶辅助。虽然看似没膨胀螺丝省心，但它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装好后能拆，拧出来后就留个洞，拆下了铆栓下次还能继续用，不像膨胀螺丝都是一次性的，拆了也会剩个螺栓弄不出来，必须用角磨机切。洞其实可以补得完全不留痕迹，怎么补洞看之前这期就行了。OK， 下面开始本期内容。尖头、平头这些其实都是螺丝、螺钉。平头的是搭配螺母垫片、预埋件用的，体积大点就叫螺栓、紧固件了。它拧入的地方需要有配套的螺纹，也就是丝。使一个没有螺纹的东西具备螺纹，就叫公丝。螺丝有尖这种工作是可以自己公丝，所以都叫自公螺丝。行话描述一种螺丝时，会包含它的螺帽样式、螺杆直径、螺纹样式、总长、尾部特点或材质。比如平头 M3.5 的40干壁钉是指螺帽是平的，十字开槽，螺杆直径 3.5 毫米，螺杆长40毫米这种黑螺丝。干壁钉这个名字其实是直译过来的， drywall 就是指石膏板、隔断、吊顶、木龙骨之类的干燥墙面。下面我们按螺帽、螺纹、肩部、材质图层一个个说。螺帽分十字，十字带道道的，内六角、内梅花、外六角、盘头，还有长俩角的。十字平头这种最常见，木头、塑料、亚克力各种地方都能用它。它是1934年美国的标准，也叫 PH 头。不锈钢材质的也常用来做全屋定制，因为螺帽小，搭配沉头开孔钻，就可以把螺帽沉进去，再搭配垫片就能隐藏痕迹。但扭矩到达一定程度后就会非常容易打滑。用微距镜头观察 PH 的劈头，就能明显的看出它尖端这里是类似锥形的。螺丝槽内也是，上大下小这种设计就容易在高扭矩下产生弹射力，把螺丝刀头从螺丝中推出这种滑牙效果。螺杆较长或拧入硬木头是最常见，所以这类螺丝一般都很短。它的升级版就是 PZ 就是这种带道道的有点像米字的这种槽，是1962年英国的标准，叫 PZ 槽。它多了4个小槽，劈头也多了4个刃，相应的就多了4个触点，接触点更多更好发力。劈头的尖端仔细看也升级为了平行，和 PH 比不容易打滑。专业螺丝厂大号螺丝都会是 PZ 的。内六角，大部分人认为 PZ 的升级版是内六角，其实不是。内六角是1936年德国发明的，也就比 PH 晚2年，而 PZ 是1962年，比它晚得多，所以 PZ 槽才是内六角的升级版。这点全网没几个搞清楚的。我个人的使用经验，内六角其实也挺容易拧滑的，因为它形状整体近似一个圆微距下其实看不太清楚，但模拟一下你就知道了。内六角旋转时，螺丝头和接触面其实也并不大，特别是如果遇到较软的不锈钢材质时，触点这里很容易拧成豁口，一不小心就拧成一个圆了。不过它的深度够深，螺丝头尖端这里也是等长的，如果螺丝材质够硬的话，用着也还行，所以不少中大型家具也都是用内六角的螺丝固定。但更优解其实还是在它之后的梅花槽。梅花槽是 PZ 槽5年后，也就是1967年设计的，近似梅花的齿轮形状，啮合的深度和面积都更大，受力更好，所以能最大程度减少滑移。有的顶端还会有个圆坑辅助定位，螺丝的刀头尖端也是等长，所以它大扭矩下不会产生弹射力。
资深老木工都很爱用梅花，缺点就是它的价位相对贵一些。如果没有后硬木和长螺杆的需求场景，其他螺丝其实也可以替代，比如外六角。紧固件都是外六角的螺栓，所以看到外六角基本就等同于大承重和牢固，就是拧它的时候得用套筒了。套筒的接触面积大，也不容易滑脱。它对应的也大多都是长螺杆，不过也有短的，甚至还带尖儿和垫儿啊，这个等一下再说。十字槽其实还有这种盘头，也叫扁头、蘑菇头这种的。它和刚才的平头的区别就是它下面这里是完全水平的，面积也大，外观有点像螺栓加垫片的组合。其实它的作用也类似，大面积的平螺帽拧的时候不易拧穿，还可以产生更大的压合力，遇到破坏力时头部也不易被拉穿。最常见的就是板材之间连接时的斜孔螺丝，你直接搜斜孔螺丝搜到的就是它这样的。另外往木头上固定比较平的东西的话，用它也合适。这种羊角螺丝虽然不太常用，但也简单说下，装实木踢脚线不想在外面钉钉子是可以用它。给柜子面板装骨骼线也能用，这两种都可以做到外面看不到钉子和钉子眼，但一样实现固定的效果，牢固度也非常可以。其他还有各种奇奇怪怪的螺帽，这些基本都出现在插座下面，是防止小孩私自拆开来设计的，统称为异形螺丝，需要对应的异形螺丝刀才能拆开。下面说一下螺纹。螺纹其实只分两种，圈数多的和圈数少的，多的这个叫全螺纹，少的这个叫半螺纹，也叫快丝。物理层面就能理解二者的区别。螺纹多、螺纹间距密的话，拧入时作用的圈数就多，用时就久，阻力就大，即速度慢、费力，需要扭矩大，但更牢固。同时，螺杆材料挤入木材多了，也会对它四周产生很大的撑力，也就是剪切力，对正前方也会产生推力，在边沿时就非常容易导致木料裂开。半螺纹的话，这两种情况就略好些，少了一半螺纹，阻力相对少不少，也不太容易裂开，速度也快。这也是为什么叫它快丝。使用它们两个的场景也看材料的厚度和硬度，像薄铁皮，半螺纹间距大，和它接触面太小，摇摇晃晃的完全卡不住螺纹。全螺纹丝多更粗，用它才更合适。像等下要说的金属专用的燕尾丝，它也是全螺纹。其他像松木这种软木，因为纤维松散，用全螺纹固定效果更好，也没有太大阻力。橡木、榉木这种硬木，自然半螺纹更省力，用全螺纹估计你得把十字槽拧化。有些螺丝会有没螺纹的光杆部分，这种长螺丝居多些，短的也有，这种螺丝叫半牙。相对应的都是螺纹的这种叫全螺纹、全牙。半牙螺丝常用于将 A、B 两种材料紧固在一起，无螺纹的部分叫螺丝的抓握长度，通常对应上层材料的厚度。没有螺纹就可以更好的减少对上层材料的破坏和影响，可以更专注于下层物体紧固。与之匹配的也都会对应面积更大的螺帽。螺丝的尖部有螺旋的、带槽的、带尖的。螺旋的这种就是常说的自攻螺丝，带槽这种也叫割尾，目的是减少拧入后木头的开裂。槽这里的缺失不但体积小了，减少了拧入后的撑力。断开螺纹的豁口旋转时也能切断木纤维，实现贯穿效果，而不是把纤维硬挤到四周，一样能减少开裂。带钻头一样尖尖的这个螺丝，骑车开车的人非常熟悉它，本名叫自攻钉、燕尾钉、燕尾丝，还有一个名字就是轮胎毁灭者，扎轮胎的都是它。像钻头一样的尖儿能轻易的钻入轮胎、木头、塑料乃至金属，常用于金属和金属的密合。彩钢板房、电动车车棚框架等固定也都是用它。因为金属表面太光滑不好压合，所以大多自带垫圈，能更好贴合，提高压合力，也能防止松动，还能兼顾渗水。六角螺帽表明了它更适用于大扭矩的驱动，一般都是用电起子拧，有的起子机甚至都有专门的彩钢瓦档位。手电钻、冲击钻的话自然也能用，换套筒就行了。最后是材质，大的分类就是能磁吸的碳钢的和不能磁吸的不锈钢的。黑的这种又叫黑磷，是在发黑液中氧化形成的黑膜，可以当做防锈漆，其实效果一般。延误防锈测试能坚持在48小时以内。淡蓝色和彩色这种是镀锌，镀的方式是用电流让锌附着在螺丝表面，抗锈能力相对会略好些。延误防锈测试能在48小时以上，价格比黑磷略贵。还有种叫固特风工艺的，说是比镀锌电镀更耐腐更好，我目前用的不多，等我观察观察再说。深蓝色这种是淬火过的，单纯硬度更高。不锈钢颜色的就是不锈钢螺丝，通常用在卫生间、厨房、户外等高湿度环境，价格也略贵些。不过不锈钢也分牌号，个别才能很硬，大部分相对软一些。
拧的时候要注意扭矩别过大。感谢各位有耐心看到这里，外观和功能部分已经说完，理论上应该是全网讲的最清楚的了。错误的地方麻烦评论区指正。下期我们说下使用经验和技巧，比如如何防止拧花，如何找到合适的扭矩，为什么需要预钻孔，以及如何一眼看出螺丝有没有松动，还有这么多螺丝如何科学的收纳等实用内容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